大家好，欢迎回到爱生的频道。1月底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发过一篇独家报道，就是张又侠向美国泄露了核武器的技术数据。美国到底是怎么样拿到这个情报的？张又侠又到底泄露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时间过去2个月了，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这件事情。但是最近，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网络论坛上发了帖子，他声称入侵了中国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拿到了超过10个 PB 的数据。那这两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关联，还是纯属巧合呢？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超算中心数据泄露事件。我们先验证这件事情到底靠不靠谱，然后尝试还原入侵的路径，再来追踪一下这个攻击者到底是谁，然后把整件事情放到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的格局里头来审视一下。首先给不太熟悉的观众简单做一个科普。国家超级计算中心是中国的科研计算工厂，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超级强大的共享的计算平台。比如说航空设计制造的院所可以拿来模拟飞机的气动外形，军工单位可以拿来计算导弹的弹道，然后核物理学家可以拿来模拟这个核聚变的反应，甚至有人拿来养龙虾，这个不是开玩笑，他们真的干过这种事情。中国目前有多个超算中心的节点，天津、广州、无锡、深圳等等，覆盖了全国30多个省份，连接超过1600多家的这个科研机构和企业。尤其是天津中心，他们运行的是天河1号超级计算机，而广州中心运行的是天河2号。这些超算中心全部都被美国列入了实体的清单，因为美方认定他们参与了中国军事的相关计算项目。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这些超算中心，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个共享平台。做民用气象模拟的研究者跟做军事武器仿真的项目，理论上我说的是理论上是在同一套系统上跑。那如果系统之间没有做好物理隔离的话，那入侵一个节点就等同于入侵了所有的节点。而根据业内人士跟技术分析者的判断，他们认为事实上没有做非常好的隔离工作。现在我们来看看已经被独立验证的一些泄露的内容。2月15号，一位专注中国网络安全议题的独立研究者，他下载了提供的样本数据，然后逐一审查之后，发布了他自己的分析。他的发现点包括：首先，这些数据确实来自于超算中心，这个不是公开的从互联网上东拼西凑的假货，多数的文件是科学仿真软件专有的二进制的文件，只有真正进过系统的人才能够拿得到。第二，他发现了文件的保密等级，其中一份标注的是保密10年，它的内容是关于武器系统对于装甲目标的这个毁伤仿真的研究。而且它这个研究对象包括了有美制海马斯的火箭炮系统、航空母舰以及地堡工事等等。仿真的核心是测试一种高穿透性的武器对于不同密度装甲的实际打击的效果，最佳攻击的区域，不同装甲配置下的装甲穿透的实际效率等等。而第三个呢，这个隐身优化的数据估计是来自于一个气动计算的系统，它的标注是隐身优化。那这样一类数据通常会涉及到战斗机它的雷达截面积的缩减跟保持气动性能之间如何权衡的研究。而第四个呢，会看到数据分类比较混乱，样本当中提供的既有标注说公开的文件，也有标注为涉密的文件，这些文件混在一块本身就说明或许超算中心的多用户隔离是失效的。此外，中文技术社区的分析者还从这个截图当中发现了更多的细节，比如说一台正在运行钻地导弹攻击地堡有限元分析的超算节点，他们用的是商业的仿真软件，
而且有很大的概率是翻版的软件。那网络流传的这样一批超算中心的数据，真实性跟敏感性到底怎么样呢？那如果这些数据只是一些低级别的边角料或者是假货的话，官方它不会有太大的反应。那如果他们的反应特别强烈，可能恰恰说明这些数据触及到了一些真实的敏感信息。根据公开的信息披露，我们看到最近几周之内，有一些非常关键的机构发生了人事变化。泄露的数据涉及到了中国航空工业的战斗机仿真，所以我们看到周新明这位是中航工业集团的董事长，在2月4号被罢免。中航工业就是生产歼20战斗机的中国最大的军用航空的集团。泄露的数据包含了核工业仿真跟核武器研究相关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到刘昌礼，这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长，在同一天被罢免。这个机构相当于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核心。而与此同时，中核集团的原总工程师罗奇也在此期间接受了调查。而到了3月份，清洗波及到了院士的级别。巡航导弹的设计专家魏义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原副总经理，被撤销了院士的身份。紧接着，中国数字阵列雷达理论的奠基人、空警500预警机雷达的总设计师吴曼清也被除名。雷达跟隐身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研究隐身优化，也就是为了让别人的雷达看不到你。而这样一种线上的数据与线下物理世界实体的一一对应关系，比如说泄露的数据覆盖的每一个技术的领域，而对应的这个机构最高的负责人几乎是同时遭遇人事变化。这样一种，你能说是巧合吗？在统计或者概率的角度来看，其实很难用纯粹的巧合来解释。所以大概率不是单点事件，这个清理的强度，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验证了这样一批泄露的数据有极大可能触及到了真实的高层级的国防敏感信息。官方不会为了比较低敏感度的一些数据动员这么大的力量。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中国的防火墙对于本次的泄露事件启动了全面审查。知乎上的相关讨论被瞬间删除，百度搜索关键词被过滤掉了，然后相关技术社区的讨论帖被限制访问。有中国网络安全的从业者透露说，这次事件在内部被定义成为是一级舆情应急响应。那如果只是一起虚假的无关紧要的黑客的炒作，官方不至于动用这个级别的审查资源，那审查本身是某种程度的确认。好了，我们现在基于网络上非常有限的信息做一个诚实的可信度评估。那入侵这件事情本身很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有独立第三方验证的样本数据，有具体的保密标注的文件，有可以辨认的安全架构的缺陷，有多名业内人士的佐证，安全架构的崩溃，比如说 Windows 7向日葵共享凭证，有来自于截图跟多方的独立确认。而更关键的是什么呀？在中文技术社区上，一位自称是国内某安全公司负责人的用户，他独立确认了这次入侵的真实性。他表示公司内部已经看到了更多未公开的样本，所以判定入侵确实发生了。这是首次有行业内部人士从专业的角度来背书这个事件。此外，国际威胁情报平台对于攻击者做了正式的威胁评级，说它是低威胁标准手法。那这个评级看起来有点矛盾入侵的是国家级的超算中心，怎么又会是低威胁呢？用他们的原话来说，就是攻击者使用的是一些标准的方法，意味着任何具备基本渗透测试能力的人都有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入侵的真实性是可信度比较高的部分。但我们也要踩一脚刹车，虽然有一些内部人士来确认了入侵，但是截止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一家主流的专业
网络安全公司来公开发布这个技术取证的报告，没有任何一家主流媒体做过独立调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通常对于中国相关网络事件反应比较迅速的安全公司，在这个事件上，他们也保持了非常罕见的沉默。而这个沉默本身是一个特别值得玩味的信号。还有一点就是10个 PB 的数据总量是高度存疑的。为什么这个数据总量非常值得怀疑？我们下面会详细分析。还有就是这个仿真数据确实比较敏感，中国的核武器研究院几乎肯定会有物理隔离的专用的超算中心。核弹设计代码不太可能会在共享的超算平台上运行，超算中心更有可能存放的是核工业数据跟高效的核聚变的仿真。当然这些数据也很重要，但不是核弹设计图纸这样一种级别的。所以我们在本期视频当中说到的这个数据泄露事件的时候，请大家始终记住这个前提，这个大概率是一个高度可信但还没有经过专业机构验证过的事件。中文技术社区的多名分析者从截图跟公开的信息当中，他们尝试还原了黑客可能的入侵路径。整个过程可以用4个关键词来概括，分别是过时、后门、共享跟裸奔。第一步是过时的操作系统，超算中心的某个计算节点，他们运行的是 Windows 7，那这个系统微软在6年以前已经停止了安全支持。也就是说，过去6年发现的所有与 Windows 相关的安全漏洞，这台机器上一个补丁都没有打过。第二步是一扇没有锁的门，这台机器上安装了一个叫做向日葵的远程控制软件，这是用来远程操作电脑的工具，但这个软件在2022年被发现有严重的安全漏洞。到什么程度呢？在漏洞严重等级评估当中被评为 9.8 分，这个几乎是最危险的等级。也就意味着攻击者他基本上不需要任何的密码，他只要在网络上找到这个软件的服务端口，就可以直接在目标机器上执行任意的命令。而且这个还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纸面上的风险。2023年，韩国的安全公司安博士就曾经报告了大规模的实际攻击的事件。有人在互联网上批量扫描安装了向日葵的电脑，然后植入各种木马跟后门。更讽刺的是什么呀？其中一个被植入的木马叫做 Plug X， 这是一种与中国自己的国家级网络攻击组织高度关联的工具。也就是说，有人可能正在使用中国自己的网络武器来反过来攻击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但是为什么超算中心这么高度敏感的单位，他们要安装这么不靠谱的软件呢？有一些时候研究人员他们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不想去或者不方便去实验室，想在宿舍或者是在家里可以远程操作，所以这样一种为了图方便而牺牲安全不搞网段隔离的做法，它就可能未必是天津超算中心的个案。在中国有很多从非涉密转为涉密的科研单位，这些搞法是这些单位的通病。那先把系统搭起来再说，安全的事情以后再说。那这个以后到底有没有真的实现过，就没有人知道了。然后第3个步骤是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门。超算中心它各个计算节点之间往往会共享一个用户名跟密码，而为了配置的方便，管理员会给所有的节点设置同一套凭证。这也就意味着攻破一个节点相当于攻破所有的节点。有一个网友就曾经分享过，说他之前上班的那个地方有将近200个系统的区域用的是同一个账户密码。而第4步是没有隔间的仓库，计算节点直接连接存储，没有做数据分级的隔离。比如说做转地弹仿真的这个节点跟做飞机异形仿真的节点，它们放在同一个网络里头，这个会让攻击者可以非常方便的跨领域获取各种不同类别的数据。而一位自称与航天院所有合作经验的用户，他就评论说，这个事情不算特别意外，因为这些领导单位的这些
这些头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安全意识，只会喊口号啊，什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口号倒是喊了10几年，但是实际执行落地了多少，没有人知道。而这个漏洞为什么会存在，其实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多是制度层面的问题。管理者完全不重视这方面结果的原因，说白了，其实就是炒台班子呗。当一个体制把信息控制的这个优先级永远放在信息安全的前面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反反复复看到同样信息泄露的这个结果。那这个人网络上叫卖这10个 PB 数据的人靠谱吗？这个用户名叫做 Flaming China， 也就是火焰中国，他在数据交易论坛上使用的用户名是叫做 Sparrow Strike One。 但在3月15号前后，这个数据交易的平台遭到了打击。中国互联网应急中心向论坛的服务器托管商 DigitalOcean 他们提交了滥用的举报，导致整个论坛被暂时关闭。那这个事情也非常意味深长，原始的数据的帖子已经没办法访问了，但这个数据跟样本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在网上扩散开来。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火焰中国在论坛上设定的交易规则，它实际上设置了3层。第一层是免费的样本，它就是放在 GitHub 跟网盘上，任何人都能够下载去看。那这个也就成功的勾起了所有人的好奇心，确保了这个事情本身能够在网络上发酵，被广泛传播。而第二个层面就是，如果你愿意花10个门罗币的话，大概是3000多美刀，你就可以买到完整情报的数据目录。大家注意啊，这个不是数据本身，只是一份详细的索引清单，比如说有哪些机构的项目，哪些类型的仿真数据等等。而第3个层级，全部的10个 PB 的完整数据，这个要拍卖，价高者得，而且只卖给一个买家。那所有这3层分发的架构，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说实话，免费样本、付费目录、拍卖、全量这样一套玩法，在暗网的数据交易市场并不罕见。一些比较活跃的数据交易的贩子，他们几乎都是用同一套玩法，先放一个样本，证明自己不是骗子，然后分层定价，而最高价值的这个全量数据用拍卖的方式来交易。所以从交易行为本身，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所谓的火焰中国到底是一个普通的数据贩子，还是说有国家背景的行为者。但是不管这个卖家的动机怎么样，这样一个分发结构本身客观上的确产生了一个信号效果。免费的样本导致在网络上病毒式的传播，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而3000多美刀的目录的价格，这个低到让任何一个安全的机构的研究者、记者、情报分析员，他们都能够以极低的成本确认数据的真实性。而全量数据拍卖给价格最高的那一个买家，所以最终实际有没有交付情报的后果反而被控制住了。这不管是有意设计还是无意为之，达到的最终效果是一样的，就是公开层完成了传播，专业层完成了验证，政治冲击的这个效果被最大化了。有人会说，看起来好像是有国家背景的行为在执行一些释放信息的操作，也有人会说，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黑客，他只是按照暗网市场的这个惯例在卖货而已。所谓的这个信号效果只不过是一个副产品。2种解释我觉得目前都站得住脚，现有已经发现的这些证据或者是信息不足以排除任何一种。但不管怎么样说都好，这个国际威胁情报平台给了我们一个参考点，它对于这个贩卖的人正式的评级是低威胁标准手法，也就是说从技术能力来看，这个人并没有展现出国家级黑客的水准。所以更加准确的画像可能是一个技术平庸但是嗅觉灵敏的个体，碰巧撞上了一个防御极差的国家级的目标，然后拿到了远超自身能力级别的数据。而至于背后有没有人指导他，有没有人利用这个事情，那这个是我们目前画不完的
凑不完整的这一张拼图。在前面我们留了一个没有解答的问题，就是10个 PB 这个数据的总量为什么不靠谱？我们先说一下带宽。中国的超算中心，他们通常会接入教育网或者是科技网的万兆甚至百兆骨干节点，也就是说有100G 的这个带宽，如果要传出10个 PB 的数据至少需要连续10几天满载的传输。而任何一个正常运维的网络，它一定会部署流量监测探针跟数据防泄露的策略，所以这样一种级别的异常的数据外传，它不可能不触发警报，除非这个攻击者他不单单黑进了这个计算的节点，还彻底瘫痪了边界防火墙的出站管控。但是还记得刚才那个评估吗？说这个人只是使用一些标准的操作手法，他这个技术手段没有那么高级，对不对？而另外一点，10个 PB 的这个数据，如果用物理的硬盘来搬运的话，即便使用目前市面上容量极大的单块20个 TB 的企业级的硬盘，也至少需要500到600块硬盘。而考虑到这个超算存储通常有数据的冗余，实际的数量只多不少，那这样一些硬盘连同托架总重量有半吨这么重。而且您知道吗？亚马逊 AWS 他们官方对于超大规模数据迁移的一个标准做法叫做 Slow Mobile， 也就是会派一辆卡车到你的机房，加载数据之后，开着这辆数据卡车上高速公路运回亚马逊的总部。听起来挺搞笑，但这是业界的标准做法。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真的是10个 PB 的数据，黑客能够把半吨重的这个硬盘堂而皇之的运出国家超算中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门禁监控、出入检查不仅是失效，简直是全部都瞎了眼。所以这不会只是一个网络安全的事件，简直演变成了一个好莱坞大片了。所以说这个数据总量几乎可以肯定是被夸大了。大家推测最有可能的真实外泄的数据量是 TB 级别的，核心敏感数据确实有可能外流了，但是10个 PB 一定是虚张声势。有技术背景的这个分析者，他们仔细看了泄露的文档截图，发现了几个事实。文件封面标注的秘籍是秘密10年，在中国的3级保密体系里头，这个是最低的一档，远不是绝密这个级别的。而研究的内容是毁伤计算模型，用来评估的目标是海马斯的火箭炮、航空母舰的舰岛、双层地堡，以这些目标做仿真的对象。而材料的参数使用的是强度模型这样一类公开的工程力学的通用模型。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这个是基础的工程仿真边角料，算不上是核心的军事机密，不值得大惊小怪。那这个判断基本上是靠谱的，确实不是核弹设计图纸，不是导弹部署的坐标，不是将军级别的这个通信记录。但是说这个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还是犯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错误，就是把秘籍本身等同于情报的价值。要知道，在和平时期，一份这个秘籍比较低的秘密等级的仿真报告，确实它可能只有学术的价值，但在关键的危机时刻，同样一份或许只具备学术价值的文件，它的情报价值会发生质变。因为泄露数据最危险的价值从来不是武器蓝图本身，而是暴露了中国军工的技术路径跟能力的边界。对手可以依据这些东西来推演中国在哪一些领域接近了突破，在哪一些领域依然要依赖外国的技术，而在哪一些环节是最脆弱的。我们来举2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哈。钻地弹对于地堡的仿真，那这件事情直接暴露了中国地下军事设施的设计参数，混凝土应该浇筑多厚，钢筋应该怎么样去配，防护层应该建多深。而美国的这个 GBU-57 大型钻地弹就是专门来打击这样一种目标的。那如果美方
拿到了仿真数据，就能够知道中国的地堡设计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扛得住，什么条件下或许有可能会被击穿。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些地下设施一旦建成的话，它的这个结构参数在30到50年的服役期间基本上是不会变的，没办法变。所以这个东西一旦被对手知道了，其实是很要命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反舰导弹对于航空母舰的毁伤仿真，那这个数据提供了最具体的一个作战的参考。如果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分析部门拿到了原始的参数，比如说弹头穿甲的效率、最佳攻击的角度、不同装甲配置下的毁伤的概率，它有了这些数据，它就可以更加准确地评估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在台海的最真实的生存概率。这个就已经不再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这个层次，而是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要决定台海一旦爆发冲突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派航母舰队过去。那这样一份评估报告放在桌子上的时候，能够直接决定战争爆发的那一刻，美军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决策。而至于隐身优化的数据，它揭示的不是飞机的精确的尺寸，而是中方在雷达隐身跟这个飞机飞行性能之间到底是怎么样做取舍的。仅仅从优化权重就能够判断中方在隐身技术上的优先级别跟或许存在的瓶颈。那如果这涉及到歼20的攻击型或者是第6代战斗机的话，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暴露出来的情报价值是战略级别的。而且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就是军事仿真它使用的是翻版的西方的商业软件。那这个不单单只是版权的问题，盗版也就意味着说是比较旧的版本，缺少更加关键的更新。对手可以据此合理推断，中方的仿真的精度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偏差，甚至是代差。而且如果中方确实依赖西方的这个仿真软件的话，那下一次美国人他们可能就会通过出口管制彻底切断正版的授权，而迫使中国不得不花数年的时间来自行研发来替代，否则的话就只能够继续使用精度更低的非常旧的版本。而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军事威慑的核心是不确定性，对手不确定你手里的底牌，他不知道你的能力边界，所以不敢轻举妄动，这个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核心所在。而本次信息泄露事件削弱的正是这样一种不确定性。美方他原本需要通过推测、判测、模拟来评估中国的防御的能力，而现在他们有了直接的仿真数据，中方的地堡能够扛多久，导弹能够打多远，隐身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样一些泄露的数据可以直接提高美军决策的精确度。而文件定什么保密等级，看的是生产时候的敏感性，情报定价看的是使用时候的具体的场景。所以哪怕是同一批数据，在和平时期或许只具备普通的学术价值，但是在关键时刻可以是作战情报级别的信息。超算中心被黑事件暴露出来的一个安全架构，这个意义不限于天津超算中心本身，因为对手肯定会推演，那如果国家级别的这么敏感的超算中心，他们的安全水平都这么菜的话，那其他的军工信息系统大概率更差。这就等同于给对方的黑客提供了一张攻击面的行动地图，然后他们可以按图索骥，针对中国军工的网络行为有一张更加精准的数据地图。那现在让我们把镜头从数据泄露本身拉远，我们看看更大的画面。本次泄露它或许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且它这个发生的时间点本身就非常的敏感。天津超算中心的入侵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的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遭遇了一次系统性的攻击。在另外一个地下论坛里头，有人以1万美元的这个价格出售北京超级云计算中心的
初始访问权限，也就是说，买家他可以直接进入该中心的内部网络。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初始访问中间商的模式，一个黑客找到了入口，然后把钥匙卖给其他人。而与此同时呢，国家超算中心的这个注册会员数据库包含有大量的科研机构用户的个人信息跟项目的信息，也曾经被挂到暗网上出售。3个不同的目标，3个不同的攻击者，几乎同一个时间窗口内，这些事情的发生不像是巧合，更像是有人发现了中国超算体系存在系统性的漏洞以后，多个攻击者蜂拥而入。伊朗战争开打以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持续加码，大量的作战资源被牵制在波斯湾跟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这也就意味着西太平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美军力量的真空。多名军事分析人士都指出，这个是自冷战以来美军在亚太地区兵力最薄弱的窗口期。2月底到3月初，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出现了一段大约2周的罕见的静默期，军机出动的这个架次骤降到接近于0，在过去2年持续高频次绕台的背景底下极为罕见。但就在3月15日前后，这个活动突然间恢复了。24小时之内，台湾侦测到26架次的解放军的军机、7艘军舰在周边活动，其中16次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一夜之间从接近0，然后回到高位，2周静默，然后在美军最虚弱的时候重新恢复正常。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军事动态跟超算泄露的时间线叠在一块看。这批数据2月初就已经挂在论坛上，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恰恰在中国恢复了台海军事活动的同一个时间窗口，这样一批数据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2月份，这或许只是一起普通的数据泄露的事件，而3月份，当亚太出现美军军事资源真空期的时候，同样一批数据就变成了是一个作战情报的问题。那如果有国家级的情报机构在2月份已经通过代理获取了这样一批数据的话，那么现在在中国恢复军事施压的当口，他们手上多了一张牌。他们知道中方地保的防护参数，知道反舰导弹仿真的精度边界，他们知道隐身优化的取舍方向。这样一些信息就已经从学术价值变成了战略级的作战情报。又或者有人在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重新让这个话题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这是一个有目的的想要传递给北京的信号。现在我们要拆解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美国情报机构真的拿到了这样一批数据，他们为什么选择通过网络论坛的方式泄露，而不是私底下直接向中国政府通报来亮拳头呢？从情报学的角度来看，公开信号跟私下照会的目的完全不同。私底下传递情报，在情报学里头说白了就是我们知道你出事了，你自己悄悄处理掉，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给面子的做法。大多数情况下是发生在盟友之间或者大国之间的一个绅士默契，而公开放风这样一个信号完全不一样，它不是想要帮你解决问题，而是想要让你的问题变成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迫使你在聚光灯底下来回应，迫使你的整个官僚系统卷入追责的内乱。而中美之间是战略竞争的关系，不是盟友，公开放风的逻辑是施压，不是要帮忙，而且通过公开点名的方式来制造这个威慑，选择的这个时机也非常微妙。这个事情泄露出来也是在两会差不多刚刚结束的时候，这个是中国政治非常敏感的窗口期。两会在叠加亚太出现真空期，中国恢复绕台飞行的时候公开，可以让这个攻击信号的效果最大化。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正式通过政府部门来发声明或者是沟通的话会比较微妙，而网络帖比正式的声明更加容易否认，因为这不代表本政府的立场。所以最终的效果是既放出了威慑的信号，又保留了外交回旋的余地。你的威慑的信号足够清晰，确保对方已经收到，
能够听得懂，但是你的否认的空间也足够大，不会把这个事情逼到了非战即降的视角。而且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威慑信号的受众矩阵不单单只是你的竞争对手，还会导致一个更加多元的效果。比如说，中国的军方跟政界可能会人人自危，比如说，它也可以向盟国跟美国政府的反对派展示美国的情报能力，可以是政治上的加分，还可以向台海周边的国家传递我们对于中国军方有情报上的穿透力这么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在国际舆论上还可以制造中国体制失能的这么一个叙事。在地缘政治当中，释放某些情报的时机往往比信息本身更加重要。1个月以前的旧闻在现在这个时间被重新激活，通过什么渠道被重新激活，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情报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测，台湾 PTT 论坛上有人提出了一个阴谋论，就是本次泄露是被清洗的军工系统的官员，比如说被罢免的院士或者是央企的高管，他们做了一个报复性的泄露。他的逻辑就是这些被清洗的人在位的时候掌握权限，被解职以后有可能利用残留的访问通道把数据放出来作为报复。那这样一些理论没有任何证据的支撑，处于纯推测，但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让我们回到视频开头的那个问题，张幼霞被指控向美国泄露了核机密，跟这次泄露事件可能会有关联吗？我们都知道，中国曾经成功的摧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境内的大部分的情报网络， CIA 在中国的人力情报的能力至今没有完全的恢复。有多惨呢？就在最近 CIA 还在公开发布招聘广告，一个顶级的情报机构不得不在社交媒体上打广告来招募中国的间谍，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了传统渠道的枯竭程度。所以如果这些核机密的泄露不是通过人力渠道的策反，而是通过网络入侵的话，那就不需要一个人真的去背叛，而是你只需要一个过时的 Windows 7，一个向日葵，一个共享密码，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视频当中分析的一样，你只需要有一个猪队友。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根本就不在于说张幼霞为什么会叛国，问题可能在于说为什么中国的国防数据库的设计这么烂，为什么安全措施这么不靠谱，随便一个黑客都能进。中国拥有世界级的超算硬件，拥有顶尖的科研人才，但这个安全治理的体系为什么会停留在口号的阶段？这个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这个是制度的问题。一个可以被量化、被利用、被定价的国家安全漏洞，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挂在论坛上，目标标价$3000，10个门罗币。而全量的情报数据在西太平洋出现兵力真空的时候挂上来拍卖，那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我是艾森，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